是万叶，就是来为我们开讲的日子。那万叶已经在线上了，那我们就直接来邀请万叶为大家来开讲日本童军的特色活动。好，请。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群马县的高流万叶。我可以那个介绍内容吗？毕竟，当然没问题，啊，请。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主要参加女童军。然后目前因为在台湾读大学，所以我就要参加台湾的活动，然后就要参加那个台北系的那个传新团的活动。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日本的童军跟还有女童军的理念，还有我通过台湾与日本的活动经验来，就是发现的，我认为的日本童军的特色活动。我这些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嗯，等一下，等一下，OK。好。日本的童军跟女童军的组织不一样，所以各自有独立的活动环间。然后基本上女童军跟男童军分开运作的，然后这些活动也分开来做。然后我自己是在日本属于女童军，所以今天关于女童军的部分主要会分享我的经验，然后男童军的部分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所以我跟那个我的哥哥就是属于在男童军，所以就是我跟哥哥听的他的经验和他推荐的活动。所以我会跟着他的内容来介绍。首先是统真的部分。童军的那个级别的部分，童军的级别是基本上跟那个台湾的就差不多一样，就是国小2年级之前是 Beaver，然后 Cubs 潮蓝是国小2到国小5年级，然后那个嘛，男童就是国小3年级到6年级，然后就 Bench 的话高中生，然后罗伯是那个大学生一项吗？不对，18岁到26岁，然后就结婚的话 leader，然后好，那就我要介绍特色活动。第一个是，哎，等一下。第一个活动是我哥哥的日本团举办的一个团结会，呃，这个是就是种子与收获地瓜和洋葱的苗，然后他们每年都会种地瓜和洋葱，从种子到收成都是呃伙伴跟团长们一起动手，然后这不仅是学种菜，还可以体验弄根的乐趣，然后随时耐心和责任感。然后有时候大家会就是透过这种种菜，大家都会发现植物长得不好，或者天气影响收成。我哥哥说，他们隔3个月一次管理农地，所以他们的洋葱每年都很小，然后呃就是做的没有那么好。可是就是我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惊讶的事情是，就是没管理3个月也可以，就是蔬菜也可以成长。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很有趣。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就是好的不好都是就是很珍贵的经验，然后让伙伴们就是更懂得珍视食物。好，是一个。然后下一个活动也是我哥哥的团举办的一个团结会，这就是烤几箱烘烤披萨。
就是他们用纸箱还有砖头之类的随手可得到的材料来，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烤箱，然后烤披萨和面包。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大家学会怎么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制作实用的东西，还能训练动手能力和创意。在制作的时候要想办法让烤箱能够均匀的受热，然后还要控制火候，不然披萨可能会烤焦或者面包烤不熟。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让大家知道怎么就是热能是怎么运作的，然后还有怎么运作不同的材料来达到目的。好，对，这个讲义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会给大家，所以就是这边就是我写重点的部分，所以之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接下来是Agunary，就是这是一个专门先是张义统军举办的应对，让他们也能体验录音的乐趣。然后活动中会安排很多需要团队合作的项目，像是煮饭、手作，还有萤火晚会等等。所以就是一般童军则会帮忙协助，然后确保大家都能顺利参与。都能顺利参与，然后这样的应对不只是让显示战役童军有机会挑战自己，也让其他童军学会如何照顾伙伴，还有培养包容与互助精神，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棒的学习经验。或第四个是塔卡哈基营地的 DIY， 就是这个是在日本的塔卡哈基营地，伙伴们会自己动手进行营地 DIY 的改造计划，像是修建营地设施，然后维护环境等等。这不只是让营地变得更好，也让伙伴们学习如何团队合作，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塔卡哈基营地 DIY 是一个让同居们就是动手的活动，所以从木工修理帐篷区到怎么说大造新地的煮饭区，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更需要动脑解决问题，像是怎么让结构又稳固，怎么用最少的资源完成工作等等。通过这样的活动，伙伴们可以学到实际的技能，然后像是基本木工、维修技巧，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对环境的责任感。那个抱歉，我打个岔。那个知莹，我们团里面有很多人要申请加入，你可不可以按一下那个接受？谢谢。很多人表示进不来。在右下角可能要按一下背景。我吗？是我吗？不是，我们团里面很多人进不来，要按一下接受吧。好，谢谢。知莹有听到声音吗？有的，都有了，谢谢。啊，你按一下接受。哦，现在有了，都进来了，进来了。好，不好意思。好，对不起，好，那个万叶请继续。对不起。所以这里哈。然后第二个活动是避难所应用训练，这个是日本的罗浮进行的灾害避难所应用模拟训练。这次的模拟演练主要是让伙伴们学习如果发生灾害，避难所要怎么管理，然后才能让大家安全
安全又有启示的生活。他们会从灾害发生的瞬间开始学习避难流程，然后实际操作避难所的设计、物资管理，还有怎么照顾高需求者，也会学到环境卫生，然后引起安全、防疫，还有处理突发状况的方法。在这演练不只是让他们知道避难所怎么运作，更能体现他们的危机应变能力，学习团队合作，还能培养防灾观念，让他们未来遇到灾害时更有准备。好，就是到这边是童军的特色活动。接下来我要介绍女童军的部分。好，然后日本的女童军主要是女生一起活动，然后基本上呢，所以就是基本上男生不能参加。然后因为这种女生专属的活动，女童军跟男童军的理念和目标其实不太一样。然后日本女童军联盟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希望培养能独立思考并会去行动的女性。然后现在更进一步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让女生能够发挥潜力的社会。然后希望每个女生都能够勇敢做自己，找到自己的舞台。在活动中，我们就是团长们，就是会特别注重的是自我成长，然后人际交流和亲近自然。这3个重点，就是我们就是注重这3个重点，大家可以自己找出想做的事，计划，实践，透过这个过程，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呢，所以不断拓展自己的可能性。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女童军的级别，日本女童军在不同年龄阶段都有对应的培养目标。伙伴们会一步步完成这些调整，就是国小1年级之前的是，对 ，temper fruit 就是国小1年级之前，就是拥有丰富的感受力。然后国小1年级到国小3年级是表达自己，然后国小4年级到国小6年级是与伙伴合作，然后国中生是透过体验发现自己，高中生是在或者的角色中发挥自己，或大学以上的话就是改变社会。所以最后到团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成长为能够独立思考并带来改变社会的人。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对，日本也有就是徽章制度，然后这些是就是一般的就是部门徽章，就是这个是幼女童军的徽章，然后这个是女童军的徽章，然后这个是那什么兰姐吗？兰姐也对徽章，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就一般的徽章。然后我们也有特别徽章，特别徽章的话就是日本联盟重视的领域，然后就是他们鼓励伙伴们就是学习那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他们会做特别的徽章。然后我要介绍其中2个特别徽章，第一个是环彩教育，因为自从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就是日本联盟意识到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
贫困的国家，是因此日本女童军强化伙伴们的环彩教育。此外，日本联盟还有发布环彩活动数字，就是这个，然后也有那个环彩大师徽章，对，然后所以就是日本联盟现在就是让鼓励更多伙伴通过实践学习环彩与剪彩的知识。好，第二个特别徽章是 STEAM 教育。STEAM 教育就是包含那个 Science, Technology, Art,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这个5个领域。然后STEAM 教育不会被文科或理科这种分类，就是怎么说，就是不会被文科或理科这种分类限制住，所以就是培养大家用更灵活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这样的学习，能让我们对新的世界产生兴趣，然后更有可能性。所以日本伙伴们现在可以挑战跟 STEAM 教育相关的徽章，像是那个机器人，然后就是这边的话 Cyber Smart 徽章，这个是就是学习怎么安全使用网络的机器之类的，然后现在日本联盟跟大学等教育机构或是企业等合作，然后目前开发更专业然后更多样化的学习计划。对，然后这一个也是其中就是 STEAM 教育其中一个的那个 Creative Challenge Program。然后这个 Creative Challenge Program 的话，就是释放女孩与年轻女性的创造力，帮助她们培养更灵活的思考方式，然后并能够为自己设置采取行动的教育课程。所以就是这徽章跟课程是主要是给国中以上的伙伴们跟团长们。然后我个人认为，学过这些课程的伙伴跟团长，可以帮助其他伙伴，然后不要只靠那个传统的思考方式，还可以学习新的思考模式跟表达自己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对伙伴们的未来很重要，所以我也就是很有兴趣，然后正在学习中。好，也终于来到那个特色活动，就是好，女同志的特色活动的第一个是礼仪讲座，对，这个礼仪讲座是我的就是日本的团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就是团结会，然后就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茶道礼仪课跟还有西餐礼仪课，让大家学一些重要的礼仪，然后这些礼仪不只是表面的礼貌。而是能帮助我们在不同场面更有自信，然后尊重别人，表现出自己的教养。而且群马县还有自己特别的礼仪徽章。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不只是学习礼仪，还能把这些好习惯带进日常生活里面，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第二个活动是环彩餐史食谱制作，这个是我当时还是高年级同学，就是我是高中的时候参与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做了13个食谱，对，然后这个活动是在
这种叫灾害发生时，举放工具和食材都可能会减有限，因此我们设想这样的情境，使用像罐头，就是加链袋 Ziploc 这一些容易保存和简单使用的食材与器具，设置出可行的环材食谱。当时食谱是完成后，我们有去拜访群马县的那个县集市嘛，就是希望能够在县内推广并发布。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就是县长没有兴趣，然后就被拒绝。可是好像最近那个新任的那个县长，好像对这个食谱很有兴趣，然后主动来询问相关内容。现在有可能，所以就是未来有可能就是在群马县正式发布。然后通过这次活动，伙伴们就是包括我，就伙伴们不仅学到书本上的防灾知识以外，也会就是更能实际思考灾害发生时该如何应对，然后此外还能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亲身体验我们如何通过行动，怎么就是改变社会的。这个，等一下，这怎么样？没关系。好，然后第3个特色活动是女童军大会。我们群马县童军联盟每年都会举办一个交流活动，让各个团分享他们的活动成果。伙伴们会把自己参与的活动整理成海报，然后贴在会展展示，大家可以互相参观，然后学习，也能获得就是机器人怎么说？也获得就是从其他团就是获得更多灵感，所以这个活动不只是同志之间的交流，一般民众也能参加，让更多人认识女同志的活动，甚至有机会是新成员加入。所以对对伙伴们来说，这不仅是整理回顾的好机会，也能训练表达能力，然后学习如何向外界介绍自己的经验。通过这样的活动，伙伴们能学到如何清楚的分享经验，然后了解其他团的特色，还能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女同志的价值，然后让这个活动变得更有意义。这个都不知道。然后第4个活动是高年级训练营。这个训练营每年都会设定一个社会议题，让国中和高中生思考这个就是这些社会问题，然后找出相关的课题，然后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学习如何发现社会问题，如何思考解决方法，还有计划式的选写方式等等。我觉得收获非常多。然后，而且这个活动是从伙伴自己担任执行委员，在团长的资源下来运作。所以然后我当时也担任了执行委员，我这个委员会是自愿参加的方式来招募，所以只要有兴趣，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因为
活动的示范和执行主要是从没有经验的伙伴们一起完成，所以国前中也发生了不少冲突，或是遇到不顺利的地方。不过，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经历，我学到很多，就是如何协商沟通，就是如何有效利用时间来执行活动，或是就是计划上哪些要就是特别注意之类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经验真的是一个宝贵的挑战机会。然后，诶，对，然后我参加的那一年就是活动的主题是让伙伴变成就是假设当那个小记者，然后去调查8个身边的社会问题，然后接着大家选择自己最关心的其中一个议题，然后陷入分析问题，设定愿景、目标、成果，然后最后选写企划书。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然后，所以而且这些企划书中，有些真的变成正式的社会行动计划，持续运作到现在。这个训练也不只是在地举办而已，也就是扩大到北关东区域，就是比较大的区域的训练营，所以让那个伙伴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伙伴，然后互相交流，一起成长。好，所以来最后的那个集工活动。对，集工活动的第一个是灾害支援，因为在日本常常发现那个灾害支援，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南童军和女童军的灾害支援就是已经变成就是普遍的活动，就是如果发生灾害的话，就是大家马上开始行动。像是那个募款活动啊，或是就是前往那个灾区提供支援之类的。然后第二个义工活动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款，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 UNICEF 就是这个基金的那个什么民间。英文的应该是民间，就是 UNICEF。然后我们那个男童军和女童军都有就是参加这个募款活动，所以伙伴们都会就是站在车站啊、百货公司等就是人流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就上路人就是叫募款，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为全球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资源，对。所以就是这些活动，就是会学到一些公益精神啊，还有社会责任等等。然后第三个活动，这个是女童军的一个运动活动，对，然后就叫小小力量运动。这个活动是1985年从那个群马县的女童军发起的，就是我刚刚介绍的那个高年级训练会里那个做的那个方案，就是实际上开始那个发起的，就是运动，就是小小力量运动。他们的那个运动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每天剩下一瓶果汁、一个冰淇淋的钱，把它捐出去，支持需要帮助的人。然后目前美团或者1年1次就是做饼干，然后就是在主人会议的就是贩卖那个饼干，然后那个贩卖饼干就是
来那个收到那个收益，就是变成那个什么捐款金，对，哦，这个运动的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援助对象是菲律宾的学生，就是让他们持续的可以去上学校，这样对，然后就然后然后等一下哦。对，然后这个那个援助的对象就是不断的扩大，然后对，就这样，对，对，然后那个这个活动持续到现在，啊，然后下一个第四个活动是诺比有个儿童聚会，这个活动是我们地区的国校举办的。然后就是当地的各种社区团体都会准备游戏或体验活动，然后邀请国小生、家长或和当地的居民一起参加。然后我的团的话，就是每年都就是每年或者烤棉花糖体验的摊位，伙伴们的工作是分发烤烤分发棉花糖，然后帮助大家就是烤棉花糖。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从幼女童军开始，大家都能作为就是义工参与。所以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当地居民的交流，然后同时让伙伴们学习如何服务社区，然后体验巨人的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伙伴们不仅能学到如何与人合作，就还能透过实际参与体会贡献的意义。嗯嗯，一下，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第五团的每年举办的义工活动，就是清洁大作这样。嗯，这个的话就是大家都是那个呃大家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区的，我们怎么说？我们去社区的路上，然后就是我们找一些路上的垃圾，然后就收集那个就是路上的垃圾，然后所以对，所以就是民间就叫勤俭大作这样。然后参加完这次活动，就是大家不仅会更了解环境保护，然后还会学到怎么正确分类垃圾，然后最重要的是，通过大家一起努力，然后会发现，只要我们愿意动手，其实可以让社区变得更干净，然后更舒服。然后希望这次的经验能让大家在平常生活中也都注意环保，然后随手做出改变。好，然后最后最后对，因为这边没有，嗯。这边有一张还是没有？好，没关系。就是这个的，因为我们那个我的立盆团做的那个济公活动非常多，所以我就线下的那个济公活动的部分我把全部的就是放在家里，就是第一个是全马拉松比赛的那个就是帮忙服务。然后这边也是 New Year Marathon 比赛的时候，就是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些那个叫热的饮料，或者是
比较热的食物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大项目比赛，这个的话就是给客人就是入场票啊，或是那个比赛的前一天准备那个会展礼的一些准备，对，这样。好，可以，好，总结的部分，就是我简单的介绍了，就是日本童军和女童军理念和精神和就是活动内容。我分享的就是一些自己参加过的活动，例如义工服务和就是团长的那个培训，然后这些经验对我来说会讲就是宝贵的。然后团军活动的日本精神在世界各地可能好像都是共同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日本的童军活动跟还有就是那什么女童军的那个活动建立在那个准备随时就是 be prepared そんなに常に的那个理念之上，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就是时刻做好准备，然后这样在关键这样在实际上真的需要那种需要一些能力的时候，就是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不仅帮助自己，也能贡献给别人。然后台湾与日本之间有许多可以互相，我觉得就是透过一些就是台湾跟日本的活动的经验来，就我觉得台湾与日本之间有许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的就是未来的活动有一些帮助。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谢谢万燕哈，今天准备了这么精彩的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每一个活动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重点的解说哈，真的是太棒了。那我们这时间点呢，我们就先来邀请万燕来跟邀请大家一起先开镜头合影一下，跟我们万燕一起合影。好，那待会合影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就可以进行 Q&A 哦哈，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再待会来一起来好好交流。好，各位，我们想要好，看到阿威了哈，来，想要开镜头的伙伴来，我们把镜头打开哦。说好了吗？我永远祝福你，祝福你健康，祝福你快乐，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好，那就让我用跟大家拍一下，3、2、1，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